现在是我当家，不是你们的妈。你们不会做事，就不要再霸占着副总的位置，白拿工资。海玲可不会纵容他们这样偷懒下去。这兄弟三个自己出去投资做生意，也是亏损的多。也就是买的房子、店铺出租、收租才是稳定的。所以郑华才会劝着儿子们回老家，多买点房子、商铺出租、收租过日子。相对他们投资做生意要稳定的多。若是房子不好出租，还可以转手卖出去，拿回一笔钱。他们投资做生意亏损不说，往往经营到最后还会欠债。凤月活着时，不知道从自己的私产里掏了多少钱出来帮儿子们还债，也有过赚钱的时候，就是从凤氏集团这里拿点单子过去，有凤氏集团给他们兜底，就不会亏损，但损害的却是凤氏集团的利益。郑一帆兄弟三个捞到钱，就是损害凤氏的利益换来的。郑一帆的脸色很难看，他很想反驳海玲，怒视着海玲。海玲毫不畏惧，眼神凌厉，迎着他的怒视。大哥，郑老二和郑老三扯了扯大哥。郑老三圆滑一点，他边陪着笑脸，边从桌面上拿起海玲掷到他们面前的那些文件，对海玲说道：凤总，我们立即回去重新做，认真的做，保证做到让凤总满意。郑一帆深吸几口气后，终究软了下来，他没有说话，从弟弟的手里夺过了那些文件，扭头就走。凤总，我们回去做事了。两个当弟弟的还知道说上句客气的话，得到了海玲的点头，他们赶紧扭身跟上大哥的步伐。一出总裁办公室，郑老二扭头朝办公室呸了一声。郑老三小声提醒他二哥：二哥，秘书还在呢。总裁秘书已经换人，不再是凤月在时的那个秘书。以前那个秘书对郑一帆兄弟恭恭敬敬的。凤月死了，凤晴临时管理凤氏集团时，秘书就自己请辞了。他很清楚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在凤氏集团干了那么多年，也该换换环境了。自己辞职至少体面点，不用等海玲尚未辞退他。现在这个秘书是凤晴之前用着的，他觉得自己的秘书能力不错，向海玲推荐了秘书，海玲便留用了这个秘书。毕竟海玲等于是空降而来的总裁，在凤氏集团没有半点根基，秘书熟悉一切，对他帮助很大。郑家兄弟三个在电梯口遇到了凤晴，凤晴独自一人，一身职业套装的她看上去还是柔柔弱弱的，气质上她不像海玲穿上了职业套装就显得精明能干。她和宁云初是一路人，表面看去柔弱可欺，实则上是个芝麻馅呢。凤晴手上拿着一份文件，上楼来应该是找海玲商议重要的事情。年过了之后，海玲过来与她交接班，凤晴就回到自己之前的副总裁办公室，没有再在总裁办公室办公。从知道母亲上位名不正言不顺后，凤晴就没有将自己当成凤氏集团的主人。兄妹四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还是凤晴先有动作，她从电梯里面走出来，郑一帆挡在她的面前，并没有给她让路。凤晴不想和哥哥吵架，从旁边绕过三个哥哥，就往总裁办公室的方向走去。兄弟三个都看着凤晴走开。大哥，我们走吧。郑老二先进的电梯，郑一帆敛回了视线，带着三弟一起进了电梯。我听说方瑶出差了，被凤晴安排到外省办事，10天半月都不会回来。郑老三小声说道。这几天看到凤晴出入，也只是带着他的那几名保镖，还真的没有看到方瑶。我让人去打听过，方瑶是在数天前坐着飞机飞离江城的。大哥，你看。郑一帆低沉的道，这里是公司，不要言论那件事，晚上回家再说。两个弟弟立即闭嘴，不再说下去。很快电梯就到了他们办公室所在的楼层，兄弟三人都换上一副愤怒的样子，走出电梯，边往各自的办公室走去，边骂着海玲。这是骂给大家听的，他们和海玲本来就不和，
要是一声不吭，大家还觉得他们有鬼呢。对于3位副总老是背后骂新上任的总裁，这一层楼的职员习以为常。他们有些人会偷偷地跑去海玲那里告状，想借此来讨好海玲，抱海玲的大腿。有些人则是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只管做好他们该做的事就行。有些人则去凤晴那里说，明里暗里都希望凤晴不要将凤氏集团的当家权拱手让出去，说凤晴一旦离开了凤氏集团，3位正副总会被新任总裁整走的，说不定还会很惨。公司的人都知道新任总裁和上任总裁的仇怨，3位正副总是上任总裁的亲生儿子，新任总裁能够容忍仇人的儿子继续留在公司里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不可能。但是辞退老员工需要赔偿一笔钱，估计新任总裁不乐意赔偿，只会整治他们，想让他们自己辞职走人。与此同时的总裁办公室，海玲耳朵有点红，是莫名红的。凤晴看到了，说道：“你这耳朵怎么突然就红了？我那个养母说过，耳朵莫名其妙红了，就是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，或者骂你骂得很。我来的时候刚好看到我3个哥哥，他们准是在骂你，骂得很毒的那种。”海玲摸了摸发烫的耳朵，说道：“他们不骂我，还能夸我不成？嘴上嚷嚷着不干了，从咱俩交接后，他们就请病假，没有回过公司。这几天却天天来上班，不迟到，也不早退，虽然在公司里依旧浑水摸鱼，这准时上下班的精神还是可嘉的。”海玲这话明显带着贬义。凤晴呵呵的笑，听说方瑶出差了呗，想探个究竟。他们不回来，怎么对我下手？真希望他们动作快一点，不要婆婆妈妈拖拖拉拉的，做事没有一点魄力，让我瞧不起。海玲扑哧的笑，人家都是怕别人背后放冷枪，你倒好，盼着人家对你动手。方瑶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躲得很好，以我3个哥哥的人脉及本事，他们是发现不了方瑶已经回来，习惯了他陪伴在我身边，现在隐藏起来，我还真不习惯。凤晴咂咂嘴，补上一句，想亲他都得在梦里。见海玲一脸无语的样子，凤晴笑，是不是刷新了你对我的认知？是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，凤晴。凤晴嘻嘻的笑，方瑶太严肃了，对我也过于恭敬，我要不是主动，就算和他结了婚，夫妻俩躺在一张床上，估计都是各睡各的，他可能连翻个身都不敢。海玲想到方瑶总是板着脸，也就是在凤晴面前才像个正常人，但他对凤晴的确是恭敬有加，从不敢冒犯。说到现在你还是他的小姐，他自然是这样的态度，等到你们真正成为夫妻，他就不会这样了。不过他对你的爱及忠心倒是不用怀疑。凤晴看着海玲，压低声音问了几句夫妻之间隐私的问题，问的海玲这个结了2次婚的过来人都忍不住红了脸，嗔着他。真不懂的话可以看看片子，现在看不到了呀，去网上搜索搜不到来看了，净网吗？好吧，夫妻之事水到渠成，人之本能，你不用有经验，到了那个时候很自然就发生了。你也不用担心你家方瑶是个木头人，男人呀，床上一个样，下了床又一个样，会刷新你的认知。凤晴轻声说道，我也不是不懂，就是没有实战经验，想跟你学几招御夫之术。你还需要学吗？以方瑶对你的忠心来看，你叫他往东走，他绝不敢往西走，你叫他上刀山火海，他都是义无反顾的。凤晴，你不用学那些，你只要付出真心，用心经营你和方瑶的婚姻就行，信任他，相信他，不会因为你是他主子的身份拿捏他，给他自由的空间，尊重他，保管你们恩爱到白头。海玲觉得以方瑶的忠心来看，以后在婚姻里，凤晴绝对是占上风的。只要凤晴懂得尊重方瑶，他们结了婚，一定能够恩爱到白头。这个我明白，懂的，看我爸妈的婚姻。
我能够从中汲取教训，不会管死方瑶。男人要出轨，你管得再严也没用，他依旧会偷偷出轨。他不会出轨的，哪怕你不管他，他也不出轨。海玲，你和陆总结婚后，陆总的财产交给你打理吗？他每月从你这里拿零花钱，还是各管各的钱？我妈以前是不允许我爸的钱包里超过500块钱。按凤家的规矩，家主的丈夫在婚姻持续期间，每个月可以拿到几万块钱的零花钱，但我妈从来不给我爸，我爸只能从他儿子以及凤若那里弄钱。海玲说道，东明说过要将他的财产交给我打理，也说过他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不过我没空帮他打理，还是各管各的吧。他时不时就给我发红包与转账，恨不得把他1个月赚到的钱都给我。我目前的身价是比不了东明的。海玲如果没有接管凤氏集团，成为凤家新任家主，他和陆东明的经济差距非常大。哪怕他在管城有自己的生意，也住着别墅，但他的别墅是妹夫半卖半送给他的。要不是他坚持要买，妹夫是直接送给他母子俩一栋别墅。慢慢来，以后你们就缩短差距了。相信你能带领凤氏家族走得更远，重回巅峰的。咱们不说那些了，先解决工作上的问题。话了一会儿家常，凤晴便切入了正题。她拿来的文件递给海玲看，两个人商量着怎么处理工作上的问题。中午，陆东明提前来公司等着海玲下班，陪海玲去吃饭。凤晴就站在办公大厦的门口，目送着海玲和陆东明的离开，颇为羡慕。想方瑶了，哪怕他还是跟着他，但由明到暗，不能在人前露面，凤晴不太习惯。为了诱他3个哥哥入局，他只能忍着等着，心里催着哥哥们赶紧出手呀，别让他等太久。郑一帆兄弟3个从电梯里走出来，他们边走边说着什么。走出来看到了站在办公大厦门口的妹妹，他们略顿了一下，很快便装着没看到妹妹一样，从凤晴右边绕过去，径直离开。很快3辆车驶离了凤氏集团。凤晴略站了几分钟后才走向停车场，他的贴身保镖在车子前等着他，看到他过来赶紧迎上来，有一个保镖则是帮他拉开了车门。郑一帆在开着车离开公司后，没有去凤氏集团旗下的酒店吃饭，而是回了他在江城高级别墅区的小家里。那栋小别墅是他结婚时母亲全款买下来，帮他装修好，送给他夫妻俩当婚房的。房产证上写的是夫妻俩的名字。与妻子离婚时，妻子放弃了与他争房产。他考虑到10几20年的夫妻了，还育有3个孩子，孩子们全都跟着妻子生活，他便在金钱上补偿了妻子。郑一帆的2个弟弟也跟着他回家。回到别墅区的时候，看到有2个人在别墅区门口蹲着，保安时不时看他们2眼，防着他们是小偷。看到了郑一帆的车子，那2个人立即站了起来，然后赶紧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，让他们看起来整洁一点。郑一帆停了车，他们立即走过来，满脸的恭敬讨好，对着按下车窗的郑一帆说道：凤大少爷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好久，叫我郑先生吧，我早就不是凤家大少爷。如今凤家不是他们的家，他们已经进不去凤家大宅。郑一帆不想再被人称呼凤大少爷，他也不姓凤呀。母亲当家时，他们才是少爷。母亲都死了，以前围着他们打转的那些人，早就远离他们，就算不远离，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以前的恭敬讨好。人是非常现实的。先上车，郑一帆开了车锁，让2个男人上车。好，那2个男人很快就上了郑一帆的车。随即郑一帆开车进别墅区。阿姨最近怎么样？身体好些了吗？郑一帆边开车边问道。坐在后排的2个男人都答道：好些了。凤若都走了那么长时间，我妈已经从伤心中走出来。
这两个男人是凤若的亲哥哥。郑一帆嗯了一声，好些了就好，伤心没用，得替阿若报仇，讨回公道才是正经事。凤若的两个哥哥不说话，他们没什么大本事，以前父亲还是凤家的大管家时，收入高，福利好，他们家条件在村子里是最好的，自以为家里很有钱，兄弟俩无心读书，整天跟那些猪朋狗友鬼混，花天酒地。结了婚，成了家，有了老婆孩子，他们才算懂事。但那个时候，他们的父亲已经入狱，曾经被他们虐待的妹妹凤晴回到了凤家。亲妹妹并不想回到他们的身边，仅是给了点钱。兄弟俩在村子里都建了房子，装修的还不错。这些钱是他们从凤若那里拿到的，还有部分是父母的存款。之后，他们的经济就急转直下。凤晴回到凤家后，他们满以为能拿捏住凤晴，通过凤晴把控凤家，从凤家捞好处的，像父亲那样。父亲是想让凤若成为凤家的家主，那样他就可以通过凤若来掌控整个凤家，也能带起他们一个家族。可惜父亲布的局，下的一大盘棋，眼看就要成功了，最后还是被曝光。凤晴走了，凤若又不回来，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母亲去找过凤晴的凤晴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，一改以往柔弱的样子，变得特别强势，冷漠无情。母亲从凤晴那里拿不到钱，凤若倒是给过，但是母亲并不想让亲生女儿难做，很少会去找凤若要钱。凤若也不想和他们来往，兄弟俩只能靠自己到处打工赚点生活费了。后来凤家大少奶奶找到他们，给了他们一大笔钱，让他们去见凤若，劝凤若不要当小三，破坏别人的家庭。他们看在钱的份上去了。凤若要破坏的竟然是凤家大少爷的婚姻，这让他们震惊不已，更知道凤若和他养父竟然。饶是他们和凤若没有多少兄妹情，主要是凤若并不想认他们。但是凤若做出这等丑事，他们还是很疼心，特别是母亲。他们也真的想劝凤若不要做出那等无耻的事，力劝凤若演他们回老家生活。凤若手里多少都有点钱，回老家生活，小日子不会差。况且凤家的3位少爷对凤若特别好，只要凤若肯跟他们回老家生活，凤家的少爷资助凤若时，他们多少都能沾光。谁知道会发生意外，凤若坠楼死了，他们脱不了关系的，本来要受到法律的惩罚。经过凤家大少奶奶的一番运作，最后他们没有被追究责任，凤若的死被定为意外坠楼。郑一帆透过车后镜看2个人，他们不接话，他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阿若的死，你们家落魄至此，都和一个人有关，那个人就是凤晴。若不是他，阿若不会死，你们家也不会变成这般。虽说凤晴才是我们的亲妹妹，但在他的眼里，压根儿就没有我们这些当哥哥的。我们认可的妹妹也只有凤若。真的，我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不要让凤晴回到凤家。她回来后，我凤家也在走下坡路，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如今连我妈都死了，我爸又残了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凤晴有关。凤晴就是个白眼狼，胳膊往外拐的，她竟然跟管城那边的人拧成一条绳，就是现在都还是和那边来往，要将凤氏的一切拱手让出去。这一切原本是凤若的，凤若的2个哥哥依旧不说话，他们很早就知道凤晴不是他们的亲妹妹，凤家的接班人凤若才是他们的亲妹妹，所以他们对凤晴很不好，总是欺负虐待凤晴。凤晴懂事后学会了反抗，但他们兄弟2人，凤晴依旧是被他们欺负的那一个。在凤晴的心里，她是恨极他们的。以前凤晴不知道真相，只以为父母重男轻女，对他们非常失望，对父母的那点感情也一点点磨灭。后来真相大白，凤晴才明白不是父母重男轻女，而是他们压根就不是他的父母，
是害他这么惨的坏人，最后一点感情都没有了。而凤家的一切从来不属于凤若，那是凤家亲生女儿的。你们恨凤晴吗？郑一帆说了那么多，都得不到回应。他干脆直白地问两个人是否恨着凤晴。抿着嘴不说话的两个人这次说话了，他们一个点头，一个答道恨，怎能不恨，恨极了他。用郑先生的话说，要不是因为凤晴，阿若不会死，我们家也不至于落魄至此。就是你们想来也没有以前过得潇洒了吧。凤若的亲哥哥们虽说在乡下生活，因为凤晴的关系，他们会密切关注着凤家的一切。但是我们恨凤晴又能做什么？他就算要将凤氏拱手让人，如今他都还是凤家的代理当家人，他有权有势有钱，就是你们都拿他没有办法。凤若的大哥顿了顿后，无奈地说道：我们又能怎么做？他连见都不想见到我们，你们也清楚的。他恨我们，因为我们以前对他不好。我们是对他不好，但他好歹在我们家里长大的。他就是个白眼狼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得了势就翻脸不认人。这是凤若二哥说的话。他更恨凤晴，只是拿凤晴没有办法而已。早知道凤晴得势后会这般的无情，他们就该联手掐死他。他死了，那个秘密就不会被发现，凤若还会活着。凤家的一切也将会是凤若的，到时候凭着是凤若亲哥哥的身份，他们肯定跟着吃香喝辣的。是凤晴阻止了他们发财的路。郑一帆说道，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对亲生父母都心狠手辣。他完全站在管城那些人的一边，跟我爸妈作对的。现在我妈走了，我妈留下来的私产他自己独吞，一点都不分给我们兄弟三个，也不肯养我爸，我爸都是我兄弟三个养着。就算他不在我们身边长大，但我爸妈是他亲生父母呀，又不是不要他，只是发生了意外，才会导致骨肉分离的。他这样子肯定会遭到报应的。郑一帆恨恨地道，我看他怎么死，早晚会被管城那些人整死他。他以为他大义灭亲就能换来管城那些人的好，他们恨极了我们，他怎么说都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，他想独善其身不可能的。就是几个人一路上都在骂着凤晴。回到了郑一帆的小别墅，他开车进去停好。凤若的两个哥哥下车后东张西望，觉得郑一帆住的地方也很豪华。郑一帆还说这里是小房子，相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栋小别墅已经是豪宅，比他们农村住的房子好太多了。郑一帆请着两人进屋，兄弟俩跟着郑一帆往屋里走去。当大哥的小声对弟弟说道，老二，他们如今和凤晴争家产，争得很厉害，这次叫我们进城来肯定没好事，等会儿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，我没有答应，你都不要答应。如果他们指使咱们去做事，就要高价，没有给个几千万，咱们就不要去做。别像凤若那件事一样，吃了亏还没了人。当老二的低声嗯了一声，兄弟俩都能猜测到郑家三兄弟叫他们进城来的目的，联合起来对付凤晴吧。郑家三兄弟都斗不过凤晴，他们俩更不用说，他们就是乡巴佬，没钱没事，拿什么跟凤晴斗。进了屋，郑一帆很客气地请兄弟俩坐下，又吩咐保姆去泡茶，让郑老二拿了些水果点心过来，招呼着凤若的两个哥哥吃。郑家三兄弟坐在长沙发上，凤若的两个亲哥哥则是一人坐一张单人沙发。喝过茶，吃过点心了，当大哥的直接问着郑一帆，郑大少爷，你今天叫我们兄弟俩过来有什么事？直说无妨，我们俩若是能帮的，一定帮你们办。不过我们经济不好，平时靠打零工度日的，若是停了工过来帮你们做事，报酬方面还望大少爷多给点，别想他们免费帮忙。郑一帆端起了自己面前的茶杯，喝了一口茶后，放下茶杯，对他们说道，今天叫你们过来，的确是有件事想拜托你们帮一下忙。
放心，不管是成不成，我们都会给你们报酬的。其实就是帮阿若报仇，你们都会开车的吧？我想让你们开车去撞凤晴的车子，假装意外撞车，最好就是当场撞死凤晴。意外的车祸又买了保险的，赔点钱就行。就算要进去，我们也会帮你们打官司，尽量保你们出来。若是保不出来，也就是坐上几年。当然了，你们坐上几年，我们会给你们一大笔的报酬。在你们坐牢的那几年里，你们家里的所有开销我们都包了，你们可以完全放心。闻言，凤若的两个哥哥交换了一下眼神。有老大说道，这样的车祸要好好策划才行，而且也不一定就能成功。凤晴出入都有保镖跟随，一般也接近不了他的车子，除非你们能引开他的保镖车，那样就能方便行事。郑一帆说道，我们会安排好的，你们只要赶接就行。如果意外车祸无法实现，还有第二个方案，直接撞毁他的保镖车，逼停他的车，我们就能带走他，其他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了。郑一帆做了两手的准备，万一制造车祸不成功，就先毁了凤晴的保镖。没有保镖保护凤晴，方瑶又出差在外，凤晴不会拳脚功夫，他们能够轻松对他下手，绑走了凤晴，整死他，再剁了扔进大海里，谁都找不到凤晴。凤晴死了，母亲留下来的大笔财产就是他们的了。虽说他们依旧接管不了凤氏集团和凤家，也不对拿海玲怎么样，但凤晴死了，海玲刚上任，没有经验，也没有人和他交接，海玲能不能站稳脚跟都是未知数。郑一帆兄弟商量过后，两个目的，一是杀了凤晴，他们都恨极凤晴，杀了凤晴才能解气；二就是拿回母亲留给凤晴的大笔遗产，然后他们就能回到老家发展，母亲的私产很多，他们三兄弟平分，在老家躺平，什么都不做，也够他们花上一辈子。凤若的二哥说道，凤晴身边不是有个很厉害的男人吗？有他在，我们的计划能成功。他们可是听说那个男人非常厉害的。郑老三说道，方瑶出差了，还是去的外省，没有10天半个月都回不来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解决凤晴，不能等方瑶回来。就这2天的事，我们请你们过来，咱们好好商量怎么动手。你们确定那个男人出差了吗？凤若的亲大哥谨慎地问道，可得打听清楚，不要中了凤晴的诡计，凤晴聪明得很，我们以往都轻视她了，才会被她笑到最后，以为凤晴没用，谁想到她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，他们都被凤晴的柔弱骗得好惨。我们最近天天都回公司上班，确定了方瑶没有在凤晴身边，也去打听过了，方瑶的确在数天前坐着飞机离开了江城，她是出差了。凤若的两个哥哥又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一就是老大说话，他问郑一帆兄弟3个，我们愿意帮忙，咱们2家人都恨着凤晴，我也不想看着凤晴得势，过得比我们好，但是你们让我们去做的事属于违法的，我们也等于是拿着命去帮你们。报酬方面，大少爷怎么算？郑一帆默了默后直视对方问，你们想要多少？对方伸出了2根手指头。郑一帆说道，200万吗？可以，你们兄弟俩一人得100万，事成后我们还可以再给你们200万，这样你们兄弟就每人得到200万。200万对于农村人来说很多的了。凤若的2个亲哥哥虽说在村里建有房子，装修的还不错，但他们如今的收入不好，能拿到200万，他们在农村能生活得很好。是2000万，我兄弟俩一人得1000万。没想到凤若的大哥却说是2000万，200万就想打发他们做梦。2000万，这下子轮到了郑一帆兄弟3个面面相觑。他们没想到对方的胃口那么大，开口就要2000万。2000万他们能拿出来，但他们并不想给对方2000万，毕竟2000万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也不算是小数目。
如果只让郑一帆一个人拿出2000万，他会很紧张。他的家产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算少，但大多数都是固定的资产，存款只有几千万，所以让他一下子掏出2000万，郑一帆不愿意。交换过眼神后，郑一帆说道：“2000万太多了，我们拿不出来。在你们看来，我们是有钱人，其实都是虚的，我们并没有你们想象中有钱。你们也知道凤家的规矩，女儿才是接班人。我们当儿子都不用姓凤，家产继承也轮不到我们。以前我妈活着时，我妈私底下会资助我们一点，我们的小日子才能过得舒适一点。现在我妈不在了，她的遗产被凤晴抓住，我们兄弟3个都分不到多少。虽说我们还在凤氏集团上班，但1年的收入都不到100万，以后会更少。海玲接管凤氏集团，他是我们的仇人，他怎么可能会让我们长久留在凤氏集团？我们想在凤氏集团养老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很快，我们连1个月几万块的工资都会失去。年纪又大了，出来后不好找工作。现在多少应届大学生都找不到好工作呢？更不要说我们这种中年人了。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，我们只能吃老本。老本又不多，坐吃山空呀，我们也很困难的。凤若的2个哥哥听着郑一帆诉苦，郑老二和老三也附和着大哥的话，诉起苦来。一个说，我们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，孩子们都在上学，现在的教育很卷，花费的精力财力很大，我们也是压力山大。一个说，我们的住房当初我妈只是帮我们出了首付，房贷由我们自己来还的，每个月要还房贷，车贷供孩子读书，养老人家，真的压力山大呀。1个月的收入是有几万块，比很多人都要高，但我们开支也大呀。扣除基本开支，我们1个月的收入最多只能余下3、5千块钱，跟朋友们出去聚会吃顿饭还得 AA 制呢。自从我们的妈不在了后，朋友们都不想请我们出去吃饭了，因为我们要 AA 制，他们觉得我们太抠门。真不是我们不想请朋友吃饭抠门，实在是钱包太扁，心有余力而不足呀。沉默了片刻后，凤若的大哥说道，那你们最多能给多少钱？200万，我兄弟俩觉得是少了点。一人100万在农村生活，其实也就是撑上个几年而已。如果要用来做点小生意什么的，可能都不够启动资金，要不到2000万，但他们也不想只拿200万。现在的钱贬值得快，没有100万时，觉得拥有了100万就很多钱了。真拥有100万，想做点什么时，会发觉100万真做不了多大的事儿。在农村建栋3层楼的房子，建好连同装修都得花上100万了。若是投资开店什么的，100万也撑不了多久。就是买辆好一点的车，也得花上几十万呢。存在银行，现在利息越来越低，普通的定期定上1年也才1、2万块的利息，甚至更低。所以他们觉得一人只得100万，真的不多，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。毕竟郑家3兄弟让他们去做的是违法伤人之事，被抓到查到他们的头上来，他们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可能需要坐上几年牢，失去几年的自由才换来100万，是真的不值。郑大少爷，我们是恨凤晴，不过我们生活在乡下，远离江城市区，远离凤晴，主要我们不主动招惹凤晴，凤晴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依旧可以过着平静的生活，哪怕经济差一点，好歹衣食无忧，自由自在的。着急除掉凤晴的人是你们，凤晴活着，损害的是你们的利益，对你们的影响是最大的。当然，你们要是认命辞职，离开凤氏集团，变卖家产，离开江城，跟我们一样跑到乡下去住，你们的小日子也会过得很自在，还不用担心被凤晴整治，你们也能省去给我们的报酬，不用犯罪。报酬要不到2000万，凤若的大哥能接受，不过少于人均300万，
他都不愿意去干。他便分析凤晴活着，损害的是谁的利益，对谁的影响最大。他们恨凤晴，凤晴也恨他们，但凤晴没有狠到要他们死，他们心里盼着凤晴死，行动上倒是没有想过去杀害凤晴。所以着急的人是郑家三兄弟，价钱谈不拢，大不了他们回去继续打零工度日，反正家里还有薄田几亩，只要他们肯种田种地也饿不死，没必要为了100万去冒那么大的险。大哥，我们还没有吃饭，咱们先去吃饭吧，边吃边商量。郑老三提议，他又对凤若的2个哥哥说道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，报酬方面我们可以慢慢谈，咱们先去吃饭。郑一帆也说道，大家先去吃饭吧。他起身，2个弟弟也跟着起身。凤若的2个哥哥没有推辞，他们一大早就从老家赶过来，换了几次车才到达，花费了几个小时不说，也没有时间去吃东西，早就饿了。平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吃饱，准备午休。5个人进了餐厅，由于他们聊的是阴谋，不能让保姆阿姨听到，所以他们没有叫保姆进屋。保姆阿姨早就准备好了午餐，他们便自己进厨房里端菜。很快5个人便在餐桌前坐下，个个都饿了，也不客气，先是默默地吃了10分钟，吃得7分饱了。郑一帆才说到200万，你们嫌少的话，那我们加一点，多加300万，一共是500万，你们人均250万，怎么样？这已经很多的了，多少人一辈子都攒不到250万呢？你们拿到手的是纯赚的，完全属于你们的。